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博。目前正处于 LPL 的休赛期，进入世界赛的队伍正在等待备战，而没有进入世界赛的队伍都放假了。选手们经历被淘汰之后的沮丧期之后，都慢慢回归了正常生活，享受假期带来的乐趣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却爆发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骂战，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。骂战的主角是 BLG 战队的辅助选手 Crisp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详细说明一下具体情况。事情的原因是 Crisp 发了一个中秋快乐的微博，但是用了哆啦 A 梦的一个比较丧的表情，然后下面有网友发了你怎么回事，配了一个 Crisp 脸色不好的表情。结果 Crisp 勃然大怒，直接开喷，差不多得了，大妈们实在不想过中秋，可以找个地方死掉的。之后就有网友开始攻击 Crisp 了，开始阴阳怪气 Crisp。是谁拍双人 DY 了？潜台词就是说 Crisp 与林伟翔一起拍摄的视频。Crisp 马上反击，去问问 FPX 吃没吃饱，怎么求我的？网友再次回怼，没有 FPX 你现在还在不在打职业都不一定，签了合同的事非要说自己高人一等是吧？ Crisp 很快进行反击，那可以把转会费还给我吗？别拿去买别人啊。 Crisp 这次好像是真生气了，连续发微博说每次直播间都有组团过来犯贱的，不来我直播间发弹幕我能看到？怎么回一句就受不了了？不知道是不是 Crisp 觉得自己说的有点过了，之后删除了自己的几条回复，也遭到嘲讽。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Crisp 为什么这么生气。了解 Crisp 和林伟翔的人应该知道， Crisp 最讨厌谈的就是磕 FPX 下路 CP 的 CP 粉丝，之前就曾经痛骂过 CP 粉丝，非常恨的那种。之后 Crisp 和林伟翔似乎一直在刻意保持距离，观众是不知道他俩是真有矛盾，还是为了避嫌故意这么做的。总之两个人之间很少有交流，但在这样的关系之下， CP 粉丝反而更开心了。仍然有大量的 CP 粉丝会在林伟翔或者 Crisp 出现之后进行回复或者刷弹幕之类的。回复 Crisp 的那个网友就是 CP 粉丝之一， Crisp 被惹怒，直接破口大骂了。另外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在 Crisp 与网友互喷的时候，威武前教练韩毅是直接在线吃瓜，在线回复，直接开始爆料转会期内幕了。他发的微博是说 Crisp 本来可以让 FPX 鸡飞蛋打1毛钱得不到，他走了留下1760万的转会费， Crisp 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也就是说 BLG 给 FPX 掏了1760万，这是一笔非常夸张的转会费。如果 Crisp 留在 FPX 就吃不到这笔转会费。阿博认为这次的骂战事件 Crisp 认真属实没有必要。当然可以理解 Crisp 对于 CP 粉丝的讨厌，但是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无论 Crisp 怎么吸粉丝都无法改变现状，这些 CP 粉丝反而会变本加厉。建议就是 Crisp 之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不要以比较凶狠的方式回应。娱乐圈喜欢炒各种 CP， 电竞圈也是一样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都喜欢开始炒男 CP 了。而且 CP 粉丝比较令人无语的一个事情是喜欢写各种同人文，看到这种文章，当事人确实会比较难顶。关于 Crisp 与 FPX 的关系，阿博认为 Crisp 确实不欠 FPX 什么，而且 Crisp 也确实不想要炒什么 CP， 但是 FPX 还是想要让他俩一起拍， Crisp 也同意了。可以说 Crisp 离开战队的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点。他说归说，但是 FPX 的感情是真的。同时 Crisp 作为一个老将辅助，身价不得不说也确实高，而且一签就是3年，可见现在 LPL 的顶级辅助还是很吃香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威武前教练除了 Crisp 的事情之外，还提到了关于小天的事情，再次引发了不小的节奏。韩毅透露说 FPX 夺冠之后，新一没有拿到奖金，而打野小天夺冠之后， FPX 尝试以低于6位数的月薪续约小天，低于6位数的月薪乘以12好像就100多万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比较离谱了。但在之后，小天是在群里面发言解释了一下，直言 FPX 给他的薪酬并不是传的那样，FPX 对他还是很好的。
之后说希望大家多关注眼下，世界赛见。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样，观众也不得而知，因为 FPX 俱乐部这边没有人下场回应。很多观众比较在意的点在于，为什么 Crisp 下场和粉丝互喷，威武的前教练会突然出来帮 Crisp 说话。事实真相是，韩毅是 Crisp 的经纪人，在 Crisp 下场怼 CP 粉丝之后，他也选择下场加入骂战之中。而比较离谱的是，本来 Crisp 想要攻击 CP 粉，想要让克林伟翔和刘青松的 CP 粉离他远一点，但没想到 FPX 直接躺枪，反而成了最大受害者，同时还牵扯到了林伟翔和小天，二者都以不同方式对此事进行了回应。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 Crisp 以及他的经纪人这样的行为是不冷静的、不专业的。 Crisp 错就错在直接下场开骂粉丝，然后直接上头和网友喷起来了，之后可能觉得自己不冷静，还删除了几条微博。韩毅这里作为经纪人选择直接下场不吐不快，但他下场之后就给人一种要和 FPX 撕破脸皮的感觉。 Crisp 虽然说不欠 FPX 什么，但是似乎也没有必要和老东家开撕。总之，两人的行为在之后看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而关于小天薪水的这个问题上，只能说小天在 FPX 时期的身价应该确实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，但之后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小天在去年离开 FPX 加入 TS， 看样子应该也没有拿到数额很大的合同，因为小天在去年 S 赛上的表现并不好，所以注定薪水达不到顶尖水平。至于小天是否有夺冠之后只拿到5位数月薪，这个可能只有当事人知道。而且韩毅的说法是 FPX 开出过这样一个条件，可能不代表最后就是这个月薪。总之，最后排除有 FPX 官方进行说明，否则无法准确判断小天续约到底是一个什么合同。倒是 Crisp 可以说是老 FPX 战队赚得最盆满钵满的选手之一了，因为按照韩毅的说法， BRG 战队不仅支付了1760万给 FPX， 而且还签了 Crisp 3年顶薪，这个水平放眼整个 LPL 都是最高的水平。去年 FPX 战队组建银河战舰，结果联赛2连亚，世界赛止步16强，赛后队员各奔东西，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至今仍是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 FPX 冠军阵容的崩塌肯定没有表面那么简单，或许是队员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，又或是队员跟管理层产生矛盾纠纷，才会闹出今日这般如此不体面的情况。 FPX 内部竟然如此不堪，巴黎人彻底心碎，当年的夺冠辉煌回忆只能被永久尘封了。那么大家对于刘青松跟 FPX 战队撕破脸皮的这件事有何看法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